我老婆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说你有那么多的缺点，但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诚实。她说一个人如果不诚实的话，那有可能你所说的那一些缺点他也存在，只是他装的比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聊一下我们的王菊王志安。以前都是他聊别人，今天可能要被各大自媒体博主聊他了。他的前妻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像叫李听吧，以前可能是中科院的，专门做一些气象广播类的评论还是什么东西啊，我具体我忘了。据他在直播间控诉，就是王志安曾经家暴他，然后把他欺骗到了日本，随后呢跟他离婚了。当时离婚的时候做了一些所谓的承诺吧，比如说以后可能王志安这个人就以后不再会结婚了，甚至说是不再会要小孩，就是他们两个离婚以后，就现有的孩子完全可以得到王志安的父爱。那可能从他的话中所说，可能就是小孩子判给王志安吧。但是呢，可能王志安现在变卦了，谈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可能又要生小孩了，怀孕了，这个女朋友怀孕了。我觉得女人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虽然这个王志安当初答应你了，但是这个只限于道德层面上吧，因为他这种承诺是完全没有法律效应的，哪怕这个承诺他写在了书面上，就是你们的离婚协议上，他写明了，就我以后不结婚了，我以后不再生育小孩了，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具备法律效应。因为生育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，包括恋爱，对吧？任何法律条款，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。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呢？哪怕就是他承诺给你，就是答应你了这个东西，那他完全可以反悔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连这个东西也信的话，那我觉得，你真的太异想天开了吧。两个人谁对谁错，我暂时不去评论了，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也不是我们外人能去评论的一件事情。具体里面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不过王志安这个人可能在 YouTube 频道上面，可能他风评不是太好。我觉得海外的自媒体博主对他的意见还是蛮大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他从一个就是体制内的新闻评论人跳到了这个 YouTube 频道，对你们有一些降维打击吗？还是什么样？不过我去看了他一些节目，我觉得做的还是蛮不错的，而且它里面传达的那个思想观念还是蛮中立的吧。就是他的节目当中不会因为某一件事、某一个人，他会有过多的偏袒吧，所以他的节目宗旨就是中立。这也有可能就是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记者，就是先天的一个职业素养吧。而且你们去看看这个王志安现在的粉丝，作为中文自媒体评论人的话，已经有100多万了吧？那说明很多的观众还是蛮认可他的观点的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海外的自媒体博主要对他有那么大的恶意呢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学习他的好的地方，对吧？比如说他视频里面传达的一些观点，比如说他写的那一些文案，你们去好好的学习一下。对于一个同行来说，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贬低吧。你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别人之上。比如某些人的性取向是 gay， 有些人性取向是 lesbian， 但是我不是，那你难道要就是强迫他们跟你的性取向是一样的吗？这是别人的自由，只要你把自己的节目给做好，自然有喜欢你的人会给你点赞，会给你点关注，没有必要去用这种诋毁自己同行的方式去增加自己的粉丝量，没有必要。话说回来，这个李听吧，就是王志安的前妻，他的网名好像叫大脸撑在小胸上，能取这样一个网名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就是人格啊，应该是蛮那个开朗的吧。
乐天派吧，但是反而从这种他直播的那个视频中看，我觉得王志安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有点，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有点可能是大男子主义比较重吧。但如果说错了，王局抱歉，好吧。就是我单从视频上就是能感觉到，我觉得你可能是就是大男子主义还是比较重的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正如这个李听所说，王志安当初答应过他，就是以后不再要小孩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太天真了。包括我自己跟我老婆说，当年我老婆说我们不是有了小宝宝吗？我老婆就跟我说，要不他就是全职做家庭主妇，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工作，他就在家里面负责带小孩，因为当时请的保姆费用确实很高。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一个女人永远不要依附于男人，因为我今后变成什么样子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，你要有自己那种危机意识感，哪怕我突然间以后变得很渣或者干什么，起码你不会跟这个社会进行脱节，你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工作，有一个依靠。包括后面我说我们家可能要换一套这个电梯房，我老婆就说把她的那个房子给卖了，我们再去买一套。我说不要，我宁可贷款，我也不需要你以前的房子给卖掉来这个我们再去买一套房子，因为他在我们这边只有唯一的住房就是他现在买的那一套。我说哪怕以后我万一跟你吵架啊什么的，你娘家在哈尔滨那么远回不去，你总有一个在这个城市落脚的地方，对吧？哪怕以后你跟我吵架，你都有这个底气跟我犟上几句。如果你一旦没了工作，一旦没了房子，你连讲话大声的底气都没有。所以我老婆当初的那些想法全部被我否定掉了。永远不要把你的后半生 all in 就梭憨到一个男人的身上，因为后面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。现在确实就是感情深，如胶似漆的粘在一起，以后出现什么事情你能预测到吗？谁也预测不到。况且我当时就说我们两个都在工作的状态下，哪怕我突然间没了收入 OK， 那我们整体的家庭经济还是能正常的运转的。而且包括男女之间谈恋爱也好，尽量把你的缺点就是呈现给女方，不然的话我觉得一个女的对你有太多的幻想也是不好的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有什么样的缺点，我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你。比如我跟我老婆在谈恋爱之初，我就告诉她我爱抽烟，爱喝酒，对吧？爱去外面的娱乐场所，你能接受，那我们就在一起。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，我自己会有一个度，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过量，玩我也不会过度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吧。你一旦过度了，都有可能变成坏的。糖是甜的，但你一旦吃糖过度会容易蛀牙。爱情是美好的，但是你们两个天天黏在一起，就会缺少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。阳光是美好的，但是365天天天都是阳光，那么会造成农作物的枯萎。米饭是好东西，解决了人类的温饱，但是你一旦食用过量的话，会把你给撑死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我反正把我这么多的缺点都告诉了我的老婆。后面呢，我们还是结婚了。那结婚以后呢，我有问过我老婆，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接受我？我老婆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她说你有那么多的缺点，但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诚实。她说一个人如果不诚实的话，那有可能你所说的那一些缺点他也存在，只是他装的比你好。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。他的承诺有可能是当初给你的承诺，但是时代在变，信息在变，人的思想也在变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麻烦点一个赞，然后点一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更精彩，拜拜。